在职场或人际关系中，你有没有过这种困惑？有时候你坚守原则，直言不讳，别人说你太硬，不懂得变通。但是当你开始试着圆融，处处配合的时候，你又觉得好像失去了自我，甚至被当成软柿子来欺负。所以你开始怀疑，做人到底要像一块坚硬的石头，还是要像一团没有形状的水？在物理学史上，曾经有一场长达数百年的争论，科学家们为了光到底是粒子还是波，吵得不可开交。最后他们发现正确答案居然是两者都是。今天就让我以生物工程师的视角跟你分享，如果你觉得社交很累，那是因为你把自己锁在了一个单一的状态中。我要教你如何利用波粒二象性，在职场中实现降维打击。大家好，我是 Dr. 静宁，微生物学博士、生物工程师。在研究蛋白质结构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分子呢会在不同的环境下展现出不同的构型。这种随不同的环境而变化的能力，正是生物体可以生存数十亿年的核心竞争力。科学数据教我的不只是实验数据，更多的是对于复杂性的包容。我以前也曾经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理性主义者，直到我理解了微观世界的运作规律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想要把这一套关于光的智慧分享给你。我相信一定可以帮助你在这个复杂的社交网络中，找到你最舒适的一个定位。首先，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场改变人类文明的物理大发现——波粒二象性。在牛顿的时代，大家都觉得光就是粒子，会像小弹珠一样的直线的前进。但在后来的实验中发现，光它也会像水波一样产生了干涉还有绕射的现象。直到爱因斯坦还有波尔这些大师们的出现，证实了光是具有双重人格的，它既是粒子也是波。当你用观测粒子的仪器去看它，它就是粒子；那当你用观测波的方式去看它，它就是波。这就是著名的互补原理。一种特质并不排斥另外一种特质。光呢，之所以可以跨越宇宙，正是因为它可以根据我们环境需求的不同，随时变换它的状态。那为什么我们会在职场上感觉到痛苦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被所谓的人设给绑架了。你有可能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，我就是一个正直、不会拐弯抹角的人。这个就是你把自己锁死在一个粒子的形态。当这个环境需要你展现同理心，需要模糊你的边界来达成共识的时候，你这颗坚硬的粒子就会被撞得遍体鳞伤。相反的，如果你永远只有波的形态，处处讨好，没有底线，那你在需要展现你的专业权威，以及需要守住你的利益边界的时候，就会因为太过的扩散而失去你的支撑力。所有的社交焦虑，其实都是因为你的形态单一所造成的。你试图用一个固定的方式去应对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，但科学告诉我们，最强大的存在从来都不是最硬的或是最软的，而是那个观测条件一变，形态就可以跟着改变的存在。既然我们知道了同时拥有波跟粒子的巨大潜能，那我们要如何在职场上顺利的切换呢？在这里我会提供3个建议。第一个，对事粒子化。当你在处理你的工作任务、追求你的目标，或者是需要守住你的核心原则的时候，请展现你的粒子性。你必须要展现出清晰、明确、有穿透性。这个时候绝对不要模糊，要让别人看到你的界限
以及你的能量密度。第二个，对人呢要波动化。当你在团队合作、沟通冲突，或者是需要安抚情绪的时候，请切换成波的形态。你需要像水波一样去包容，去绕过障碍，去产生共振。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计较点对点的得失，重要的是整体的和谐以及能量的传递。第三个，观测者的觉醒。在这里最重要的练习是，在你进入这个会议室之前，问问自己，现在这个环境是需要我变成粒子还是波呢？当你意识到自己是有选择权的时候，你就从被环境定义转变成了定义环境的人。在量子力学里有一个美丽的真相，那就是在我们还没有去观测它之前，万物都处于在几率云的叠加态中。这意味着你的本质既不是圆滑，也不是刚烈的，你是那一束纯净的光，里面包含了所有的频率与色彩。不要让任何一个标签限制了你的演化。当你学会了波粒二象性的智慧，你会发现职场它不再是一个修罗场，而是一个大型的实验室。你可以在这里调整你的参数，切换形态，最后你会发现那个最真实的你，其实比你想象的还要宏大，还要自由。在你目前的职场或生活里，你觉得自己比较倾向于波还是粒子呢？有没有哪个时刻你曾经后悔自己太硬了或太软了？都欢迎你在留言区跟我分享哦。让我们一起在科学中寻找平衡点。如果今天这一部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不要忘了要给我一个赞，分享给大家。最重要的是，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，同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 Dr. 静宁，那我们继续用科学活出最好的自己。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啦，拜拜。